有缘人，你是否想过，运气可能并非偶然，而是一种可以被科学解释的能量波？运气的密码就是能量共振，而构成这个能量振动的波物理学称为正弦波。如果我们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某种特定的振动频率模式，打个比方，焦虑这种负面的能量波，它的振动频率比如说是10千赫，而愉悦这种正面的能量波可能是200千赫。那么在这种特定的模式之下，我们就会自动化的持续不断地产生出与之相对应的念，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起心动念。当我们对一个念开始执着的时候，就会产生能量波的叠加，在量子物理那边，这就叫做量子纠缠。在光学里边，我们管它叫做能量波的干涉。而这种自动化的起心动念的机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业力，一旦产生了这种干涉和量子纠缠，这就具备了成像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只要观察与不观察，结果会相差那么大。因为念也是能量波，一动念就会产生波与波的干涉，这就叫干涉成像。而这些相就是佛家里所讲的色。那么暂时还没有产生成像的能量波就叫做空，一旦成像，这就叫做缘起。这个相一旦消失，我们就叫做缘灭。所以我们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如果物质只是我们的意识所投射出来的影像，那我们可以称之为相由心生。所以说，我们以后千万不要再把这个相由心生里边的相理解为人的外貌长相了，其实它是泛指一切所有相。也就是为什么《金刚经》里面会说凡所有相皆为虚妄。那现在我们再回到之前提过的潜意识层面，如果你的潜意识里充满了比如愤怒和焦虑这种特定频率振动的消极而有负面的能量波，那么在这种特定的能量场域之下，依旧会吸引到有着相同或者类似振动频率的事物，这些就是你心中的缘起。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并不是善缘，它们也一定都是消极的负面的，和你能量场域的振动频率所匹配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自己的潜意识里，通过给它注入一定的新的频率振动的能量，最后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在潜意识层面的振动模式，那么慢慢我们就会发现，当我们的内在能量场域得到了改变以后，就会逐渐地开始吸引到有着相同或者类似振动频率的新的事物显现。这就是我们对潜意识的重塑，也可以称之为改变自身的磁场。假如你的能量磁场足够强大，那么你在吸引同频能量的同时，还可以在无形之中不断地去影响和改变其他和你存在的某种链接，或者说你所能辐射到的相对于你而言能量磁场强度比较弱的人或者事物的振动频率。也就是说，你在不断地把它们的振动频率同化为你的振动频率，反之亦然。
也就是说，你也随时可能会被比你强大的能量场域的振动频率所同化。所以，从量子物理学上来说，我们修行就是修的自身能量频率。同样获得福报的密码也是与他人能量共振。所以你发愿利于谁，你就能够借谁的福报。财富也只是能量的一种显现。你之所以没钱，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赚的钱干什么用，所以你才会没钱。如果你从一开始就认为我赚的钱就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生活需要，让我家庭过得更幸福一点，这就决定了你赚的钱肯定不会多。因为你的愿心只是为了满足你家庭成员的需要，那对不起，你所创造的财富的上限等于你家庭福报的总和。因为你只与你的家庭成员产生了链接，只与他们产生了财富上的能量共振，因为你只满足于他们。但是如果你发愿我要利益更多人，帮助上万人过上小康生活水平，那么呈现在你能量中的是上万人的福报总和。所以你一开始你就把自己格局做小了，你可能就不会有多少财富，你的企业也不可能会有很好的利润，然后你就很难会遇到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项目。这就像能量频率的共振，你与那些东西无法产生共振，无法吸引他们，这就是无缘。所以你不要天天想着只维护你家里那几个人，或者你公司的那几个员工，格局小了，你要发大愿。发多大呢？只要你愿利益的对象还在地球上都不算大，你发愿利益谁，你就能够与谁的能量产生同频共振，它的美好能量就会在你身上显现。这就是财富的本质。同样，当然你发了愿之后，你必须要还愿。发愿就像画饼，你总得兑现。你不能割麦子割到别人家地里去了，那可能会通过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还回去的，因为你是诈骗来的。你发了愿没还愿，这是不对的。所以赚的钱一定要回馈给身边的人，回馈给社会。那些运气好的人似乎总是顺风顺水，要什么来什么。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神通，而是他们自身的频率与宇宙高维频率产生了共鸣。根据霍金斯能量理论等级图，我们可以推测出正能量与美好的事物都具有高频率，而宇宙万物的节奏会趋向于那个频率最高最强的频率。比如说，等红绿灯时，所有汽车的转向灯会在21秒后以同一频率闪烁。在持续鼓掌的会场，7秒后所有的掌声会成同一个节奏。甚至住在一个宿舍的女生，几个月后会形成同一个生理周期。这就像是冥冥中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指挥着万物形成同步的秩序。所以，改变运气其实就是改变我们自身的频率，让自己与美好的事物同频共振。当我们的心能够静定下来，就能接近这个最本源的频率，并与它产生同频共振，获得它的价值。也就是说，
因为万物都会向强大的频率看齐。就像当你从城市来到大自然，看到美丽的风景，你会感到心情愉悦，这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就是愉悦宁静的。你的频率向大自然靠齐了，就是你自身的频率磁场受到了大自然的频率干涉，从而你很容易进入大自然的节奏，并带来正能量的反馈。所以当你工作时充满戾气，随时要发飙，那是因为你的频率和当时的环境同步了。而当我们被大脑意识控制时，就很容易被比我们强大的各种频率所影响。但只要我们安住于自己的觉知中，关停大脑，保持临在，我们就可能进入那个比大脑意识更深层的自由意识。在那里，你就是宇宙的频率，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强大、更本源的存在了。不管你走到哪里，万物都会向你看齐，你与万物融为一体。你就像一个吉祥物，往餐厅一坐，陆陆续续就会坐满客人，遇到危险也总能逢凶化吉。所做的选择，回过头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你的愿望总是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实现，这就是你内在本自具足的本源，也是运气的密码。因此，提升我们的内在频率，从自己做起。只要你开始提升，开始修，慢慢就会影响周围所有人。关于提升类的认知，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比如在夫妻、朋友、同事之间的相处中，很多人会觉得又不是我的问题，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提升呢？不应该让他去修吗？凡是说这种话的人都有一个潜台词，就是我没问题，是他有问题。但是你可以仔细想想，别人的问题真的和你没有一点关系吗？他真的那么讨厌吗？比如说你老公确实表现不好，那我问你，你老公是跟所有人关系都处不好吗？还是他只跟你处不好？如果说他跟所有人的关系都处不好，那他肯定有问题。只要有一个人能跟他关系处好，你就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怪在他身上，因为你为什么不能成为那一个人呢？所以只要有一个人可能跟他关系处得好，就跟你脱不了干系，你就肯定有自己的问题。除非他跟整个地球上所有人都处不好关系。所以这件事先不要盲目地把责任推给别人，觉得自己没有问题。从现在开始，你要改变这种认识，就是对方表现差，与我有一定的关系。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因此而承受的痛苦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问题，就是对方表现差跟我有一定关系，可能大部分都是他的问题。但是你感觉到痛苦了，那这个痛苦肯定是你一个人的问题。他表现差，你们家那个植物不痛苦，而你痛苦是因为你动心了，所以你才会痛苦。痛苦是自己的问题，跟别人没有关系。就像你被大便臭到了，大便没有错是你的错。为什么大便没有错呢？因为狗不痛苦，狗喜欢大便，所以大便没有错，是你有问题。
那如果对方不愿意提升，只有我提升有用吗？大家记住这句话，你变他就变，也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只有你一个人在提升，对方不提升，那你就没法影响他。你变他就变，到底什么原理呢？任何一种显现都是元气形成的。什么是元气形成？从科学的角度说，就是由多个条件共同具足而显现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各种条件共同组成在一起，才会有这样一种结果。那么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有变化，那结果就会有变化。就像3根筷子搭在一起才能盛在桌子上，而你撤掉其中任何一根，它就无法维持原样，它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化。所以你不用担心说我自己提升而它不提升，只要你变它就变，肯定变。就像你天天待在厕所里面，这些苍蝇就盯着你，你怎么赶也赶不走。那怎么样才能让这几只苍蝇离开呢？就是只要你离开厕所，苍蝇就会离开。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老跟你有矛盾的时候，他是对当下的你有矛盾，但是当你不再是当下的你的时候，就是你不在厕所待的时候，苍蝇自然会离开，它不会对你有兴趣，因为你变了，你周围的气场变了，它也就变了。所以人类智慧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我们可以通过提升内在，改变自己的能量场，让自己不再引起苍蝇的兴趣。所以你变了，外在一定变。再比如说，你老婆老欺负你，如果你的内心不起怨恨的念，而是找一个地方去忏悔，那时间久了，他欺负你的念就会变淡，甚至消失。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像一个人拿刀去砍一个东西一样，他砍在一个物体上面，他就有反应，这一刀砍下去就比较有力量。但是如果这一刀砍到虚空里去了，砍到虚空上是最累的，非常累。而你躺在一个物体上反而没有那么累，而且躺在虚空里时间久了会无聊。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一件事情，他会越来越忙。就像很多夫妻间吵架，越吵越凶，因为他发出去的动作，他发出的骂声及时得到了回应，所以他就会越骂越忙，越说越来气。你想象一下，正在打架的2个人，如果一个人只挨打不还手，那打人那个人可能打几拳就结束了。但是如果你还手，对方的气性就会越来越大，打到最后可能就会拿刀砍。当然遇到这种情况，正确的做法就是先跑，然后再报警。你看，由于你的回应会激发对方更大的斗志，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回应，他都会越来越起劲。大家可能会觉得，那这样做会不会让对方得寸进尺呢？大家记住，你要的是消除这个麻烦，不是论是非，也不是论输赢，你要的是让这样的状况消失，你要的是解决问题。所以他会不会得寸进尺不一定，但是你需要有耐心。你不能说我忍了一次，然后就希望让对方马上就改变，
这个也不现实。而我说的不做回应，是你在面上也不能做回应。你不能说表面上我没有还嘴，我也没有还手，但是我在念上起心动念，我恨他怨他咒骂他，这个你也没有停，这个也叫有回应。而且你这种回应的磁场，它是能感觉得到的，这就是能量波。你的能量波发出去之后，在他心里是自然会对他的内心产生干涉，产生影响，他对你的这种嗔恨念就不会停止。所以我说的不回应，是连念上都不要有回应。你要有一种认知，就是我跟他不是论输赢，也不是论是非。如果你是论输赢论是非，那你还提升内在认知干啥呀？你赶紧散伙算了，不跟你过了不就行了吗？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但如果我们这种认知不改变，我们跟谁都论是非，都论输赢，那就算我们离家出走了，换一个家庭你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在任何一个公司或组织里面也会遇到类似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家庭里面要的是熄灭战火。你一旦组成一个家庭，不是说你想离家出走就能离家出走的。在一些很复杂的家庭里面，有很多我们割舍不了的东西，比如说有孩子，这不是你说割舍就能割舍的。如果要消灭这种不良的家庭关系，最好的方式当然是两个人一起提升自己，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提升，那你先提升，你就会能改变他，能影响他。大家注意，一定能够影响他，就是只要你修，就一定能够影响他。为什么呢？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个钟摆原理一样，一开始大家心念不齐，杂乱无章，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有人想提升自己，有人不愿意提升。为什么一个提升内在的人可以带动其他人呢？因为提升内在的人，由于他是在寻找内在本源的频率，他在不断调整和提升自己的频率，所以他的频率一定高，能量一定强，他是最强的一个。所以当你提升，当你的能量越来越强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向你靠近，他以你的频率为标准，他会极力地向你靠近。你可能无法把它带得跟你一样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就会越来越靠近你，越来越靠近你，就会产生同频共振。这就是念跟念的相互干涉。当然最大频率的那个是产生最大影响的那一个。所以只要你自己开始提升内在认知，只要你是精进的，只要你是认真的，一定有办法通过你的表现带动着你们另外一个人的提升，然后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影响周围更多的人。而且这个过程不需要很久，只要你有变化，那周围一定会有变化。所以事物之间它是相互影响的。但是大家想一想，如果他是嗔恨的，他是怨恨的，你也是嗔恨的，你也是怨恨的，你们也会同频共振，那这个对家庭的破坏力也会非常非常的大。只要你开始提升，哪怕提升的不怎么样，也会有影响。
所以当你的频率越来越高，共振出的结果也会越来越好，运气自然也会越来越好。当你提高自己的振动，去维护和修持自己能量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显化的能力有多强。问题之所以没有解决，是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习惯性的围绕方法论。你的焦虑永远在问题如何解决和如何摆脱困顿上，结果就是你想了无数方法，却越发困顿。而当你醒来后，你会了知一切了无所得，如同你清醒之后，你不会再去考虑如何解决梦中的问题，因为你知道梦中的问题对于清醒的你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梦中的一切你既得不到也带不走，你会回到和能量的层面，因为你知道当下的状态是果，有果必有因，原来则因就可以了。因为当下的能量状态决定着你所遇到的人、发生的事、见到的物。假如你提高能量，一切也就会烟消云散，如同100摄氏度只能烧开水，而1000摄氏度可以直接让水气化。水代表人事物，温度即是能量，所以解决问题不是让你在这些事相中纠缠，因为在梦中去纠缠只会让你继续做梦了无出期，只有醒了才不会痛苦。你只需要提升能量，你可以先从小事开始体验，比如说给一些小动物投喂食物，但在做的时候心应该是平常心、平等心。还比如对他人的一个微笑，一句感谢，不要吝啬对任何事物施以援手，不要吝啬对任何人的祝福，因为这是一份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能量，尤其在这个动荡、物欲横流的时代，你的善良与爱在此刻变得弥足珍贵。人人都在为了自己的健康与安危而考虑，如果你能分一部分你的爱出去，你将收获更多的能量与福德，因为它是附带着天地的祝福，将成倍地回流到你身上，将你的光与爱继续传递出去。这份福德与荣耀会加速在当下显化。现在此刻就是一个心想事成的世界，当你真心祝福别人的时候，你就是在祝福自己。整个世界的运行规律都是循环的，因此当你给出去什么的时候，回流来的也将是同样的回报。但关键还在于你的发心是否中正。如果你真心祝福别人，真心希望别人好，希望这个世界好，你将收获一个真心的人生。这是一个即刻显化的世界。当你振动提升，能量提升的时候，就是你磁场逐步强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进入了一个魔法的世界，你自己都说不清，或许就稍微动了一个心念，就会发现要不了多久将收到提示与暗示。这些暗示或提示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而你需要做的就是觉察。它可能是一段文字、一个视频、一个广告，只要你锻炼这种觉察力，你的生活就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上天将这些礼物的线索都藏在你每天的生活中，
这就是为什么总是强调要你将注意力收回来的原因。当你集中心念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有私心杂念。这种觉察的能力是在你专注的情况下获得，而这份能力就是发现线索与下载智慧的能力。而你要做的就是臣服，顺势而为。很多时候我们被告诉做好事时候不能有不好的想法，比如吝啬、傲慢、自大、有求心等等。其实没关系，一开始可以有，都有这么一个过程。而这些心理反应也恰恰是你做好事当下的善报，因为没有这些，你如何能照见自己的习气呢？看不见这些，如何检验自己的修为？如何修正呢？比如很多人对众生也有祝福心，但一做事就现原形了，做不到了。这就是缺乏世上练心的时间。因为就算你知道这些，但是你不去做，如同在漆黑的房间里，你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但是只要你去实践，就如同太阳光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你只有看清楚了，才可以决定什么该留，什么该清除。这难道不是善报吗？很多人觉得善报是心想事成，你不通过做事看见那些拧巴心、傲慢心、吝啬心、多疑心、恐惧心如何事成？而这些恰恰是障碍我们的绊脚石，只有看到它们，才能增强我们的觉察力、定力、心力，把绊脚石转为垫脚石，才可以真正的醒来。所以只管去做事，无论是没想法还是好想法或坏想法，只要你的觉照力在，事事都是好事，念念都是好念。这个过程就是顺应天道、天人合一的过程。无论发生什么，你只需臣服与接纳。接下来的路不是挣扎与矛盾，而是顺遂觉照，学会接受顺应天道的过程。而这背后你会发现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催促着你走进一条宽敞明亮又轻松的大道。这就是在与天合作，你自然就受到天地和宇宙的护佑。这正是你走在自己的大运之上，走在宇宙这条大道之上。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与美好同频共振，愿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遇见更好的自己。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